多多干杯，干干杯，为了心中的美味。多多干杯，干干杯，默契翻倍，干干杯。柠檬多多多，多多柠檬茶，胜利多多多，多多干杯吧。赛场就位，开启美味。华莱士手工果粉，我有绝招，精准控温，这波操作稳准狠，现炸才够脆，热辣多汁，一战美味来袭，一口回血，只要香脆炸鸡，不要脆皮人寿，这是胜利的滋味，忍不住的欢呼，庆功时刻有华莱士，吃得香，赢得爽，吃华莱士，获益炸鸡迷局。欢迎来到2026第5人格深渊的呼唤9中国大陆赛区预选赛的比赛现场，我是主持人小小。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两队登场。心向黎明，一战到底，有请迪迦。卡梦 out。欢迎嘉恩、刘小蝶、奶小胡、小小兔、四四咩、叫叫鼠。向光而生，永不言败，有请 G2。这个意思是我留在庄园，然后我的队友3跑是吧？也行。欢迎莫流星、赤红、阿策、年景、卡梦、磁铁、零次。这里是第1周第2天的第3场比赛，由迪迦对阵 G2，让我们期待双方的精彩对决。好的，各位观众，欢迎回到 COA 9的比赛现场，我是解说慵懒兔。我解说烤鸭，那马上进行是今日比赛第3场 BO3 的第1局比赛，由迪迦对阵 GR。是的啊，光之对决，没错，2支队伍啊，都是一个向光而生嘛，一个相信光的力量，相信光的力量。好的，没毛病。那也是看看我们上2场比赛的话呢，大家也是一起都看完了。其实也是有一些意料之外的情况发生的啊。那第1场的话呢 ，T 是2比0带走了 VRS。那第2场的话呢，斗五这边是没有经受得住ZSLin 的考验。没错，对于 ZSLin 来说的话，也是证明了自己的一手绝活聂西。刚才看到弗莱迪赛后采访也是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兴奋，感觉他就像聂西一样跳起来的感觉。我觉得莫过于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成就感，你知道吧？当你自己有个绝活角色的时候，到赛场上面去发光发大的时候，你会发现，哇，那种自豪感是特别的强烈的。没错，好，我们来先看一下本场比赛吧。那GR 这边选择ban掉了唐人街和不归林啊，而迪迦这边选择了永眠镇。没错，这样地图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均衡性强一点地图吧。对，永眠镇2边都有机会的一张地图。对，相对来说，永眠镇这张地图的话呢，对于2支队伍的一个劣势就是，光线没有那么充足。要是月亮河的话，就没有这个
这个什么了。月亮河的话，可能两支队伍他们的一个比较可以向光属性爆发了，是吧？对啊，所以说两支队伍相对来说都是劣势图啊，应该没有这个说法，但是很明显，就是迪迦这边的话，选择这张地图其实也是有研究的啊，因为他们的这个监管者的话呢，其实也是我们的老熟人之一了，没错啊，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一个 ID 就是乃克啊，之前还跟他一起搭过搭档解说呢，还真是，对吧？那这种情况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哎。有时候能解说，有时候的话呢也能上场打一打。对，烤鸭什么时候上场打一打？我考虑一下吧。啊，深渊20之前，希望能看到你，好吧？深渊30吧。啊，30吗？这个也是快到不惑之年了，感觉也是。好，那反正无论如何吧，这两支队伍的对决也是非常的有看点，而且这个从队名来说的话，也是有一种宿命感啊。说句实话。这也是比较期待他们的一个表现吧，因为像 ZS 令对阵斗武的时候，其实让大家都是眼前一亮，是吧？其实民间队有非常多的一些绝活玩家，包括求生方也是打非常亮眼的。那今天这一场的话，其实对阵到 GR 的话，对于迪迦战队来说，我觉得真的是一道非得跨过去的坎才行。没错啊，当然留给他们的这个考验还是蛮大的，对啊，对。不过对于 GR 来讲的话呢，因为毕竟休赛期也有一定的这个人员变动，对吧？有新成员的这个加入，所以说求生者的磨合这方面的话呢，还是要考验他们队伍的这个教练啊，包括整体的一个赛训的。对，因为对于求生者来说的话，我觉得很多时候你沟通上面，对吧？你那些赛训有没有做充足啊？可能在对局当中你就看得比较明显了。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双方的成员介绍啊。首先是迪迦这边啊，加恩、刘小蝶、奶小胡、肖小兔、44咩以及叫鼠。没错。啊，这个非常有意思的 ID。这边是加的一个成员，刺红、阿彻、年景、卡梦、史铁、04。是的，抹流星啊，反正大家比较熟悉的成员了。是的，然后而且也有新人，对，2位新人嘛，没错。而且的话，从赛前的首发情况来看的话呢，2位新人是一起登上首发的。对啊，所以还是看看他们的这个赛场的表现如何啊。尤其其实我个人可能会比较期待这个磁铁吧，因为之前的话很多民间的比赛呢，也是经常有看到他的这个身影。是的。看看他是主玩什么样的角色，尤其是在加入这个职业队伍之后，对啊，因为加入一些年轻选手的话，其实对于整个队伍来说，可能打法上面的一些方式也会不同。对，因为你要去适应整个队伍的一个体系，而不是让队伍去适应你，对吧？所以比较考验他们的一个融入情况啊。当然的话呢，第一局上半回合是我们先来看一看，迪迦他们队伍的一个求生者的情况如何。没错。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队伍的介绍啊。那这边的话呢是44咩，我必须考虑这是不是他此生仅有的机会啊！重铸大陆赛区荣光，吾辈义不容辞。哇，好，非常的有信念感啊！这位选手，我说实话，刚才上场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他了，我也注意到他了。别人都是就是平常的站着，只有他一直在非常有信念感的做动作。是的，并且在临近结束的时候还会给到一点这种威慑力的感觉。对，还有一些就是结尾的动作，是吧？它是有一套动作设计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希望在赛场上呢也能留给我们非常深刻的印象吧。好吧，再来看一下叫鼠，他的喜爱角色是调香师，擅长角色是机械师，主要还是玩这个千之尾为主的，首次参加深渊的比赛。没错，其实这2手角色的话，我觉得一个手法来说，肯定是必须要非常的反应快的，对吧？不管是机械师也好，调香师也好，你看，就是从我们选手的这个表现上来看，还是比较这个生涩的，对吧？对，需要这个我们的工作人员去帮忙佩戴好我们这个专用的耳机啊。但是这位选手的话呢，就已经好像很熟悉了，没错，加恩啊，他的喜爱角色是调香师，擅长角色是幸运儿啊，也是首次参加我们的深渊啊。其实这支队伍的话呢，虽然说有一些老面孔，刚才介绍的是我们的解说搭档啊，还有一些比较新的面孔啊，看看他们作为赛场上的一个新人啊，怎么样去来表现啊？其实我比较担心的就是会不会有紧张情绪，因为没有什么这种线下比赛的经验啊，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有担心会怯场啊之类的。因为赛训可能说做得很好，但是你到了场上的时候你发挥不出来的话，那可能就会比较糟糕了。是的啊，其实这位选手的话呢，也相对来说比较熟悉的啊，肖小兔，然后他这个 ID 每年都是有一些变化啊，就这个中文叫法有一些变化。其实你别说他的 ID，整个队伍的 ID 他们有一点变化。也是，这个队伍的 ID 变化太大了啊。
他的擅长角色是杂技演员啊，然后喜爱的角色是守墓人。看这个意思是定位队伍当中的一个救人位，看看他们的一个整体的表现如何吧。毕竟啊，说实话，上来就是压力局，对方是谁呢？年锦，对，非常夸张啊！来看一下双方教练，首先是来自迪迦的教练念小喵啊，刚才他们这个小字辈的这个组合介绍了3位队员，另外一位在哪呢？就是我们的教练啊，念小喵。这个 ID 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啊，非常有意思。觉得队魂来说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团结的啊。比较团结。就是其他人的话，其实也可以再努力一下，再整齐一点，是吧？都是改成小字辈的。来看一下，GR 战队的监管者年锦，他的喜爱角色是邦邦，擅长角色是喧嚣。荣誉履历的话呢，是深渊8的一个8强，包括2025 IVL 秋季赛的亚军。没错。年锦的话呢，你看他的喜爱角色就是邦邦，目前的话上场的整体啊上场的这个次数是比较少的。然后喧嚣的话呢，又经历了这个一次的向下的一个调整，所以目前的话呢，虽然说对于年锦来说角色池肯定不用太担心，但是终归还是有一些影响的啊。对，这边是 GR 的教练超 Q。就很多角色可能像邦邦之类的，可能更多倾向于地图啊，或者说阵容选择上给到机会的话，我觉得比较好选。是，包括这个版本的话，我觉得其实在加强了有像木偶师啊，或者说调香师这类型的角色的时候，你拿邦邦出来，可能在手椅上面真的是很难找到一点节奏。对，因为现在太多能直接扯的角色了。对的，是吧？调香师也可以接近椅子放箱回箱直接扯，然后木偶师的话更是在满状态、3/4状态都可以变路易直接扯，不怕震慑。是的，所以还是比较考验这种手椅型监管者的一个手椅的情况的，所以上场概率会相对来说比较低啊。但是其实对于4大天王来说的话，大家也看到了最近一段时间喧嚣的一个表现，对其实还是比较符合我们赛前的一个预期的，就是他的一个上限可能就缩短了很多，但是下限基本上还是能兜得住，对吧？没错。就像以往版本的话，就是可能每一次收益都去争一个双倒，但这样子的话，我的局势到后面的话可以控得起来，但现在你会发现，就是哪怕说你打到双倒了之后，其实整体密码机包括求生方的一个调整状态的时间，并不会缩短很多。是的啊，而且的话，当前版本4大天王有2位就是经过一个下调之后的话呢，那么其他的2位其实上场空间就比较明显了。比如说歌剧演员依然维持着比较强势的发挥，在特定的地图。艾维的话呢，选取力也是有上升的啊。其实不仅是我们赛区，在各大赛区的话都艾维比较热门。对，慢慢的就是它的热度包括使用率也在往上涨，感觉还是体现在稳定性上面啊。对一些，而且你在这个版本的话，其实第一回合选择角色来看啊，我想的一个出场率真的是也有下降，也有下降。虽然说有时候也会搬啊，但是第一局毕竟应对他的角色太多了，是吧？尤其是加强之后的木偶师更厉害了。对，来看一下首先的一个班位是给到了先知跟古董。但是木偶师这个角色吧，就是每一局他就是要选一次，反正你进全局，但是你还是要选一次，对，至少肯定都会拿出来。对，但是木偶师也并非说天下无敌，对吧？其实我们看得到这2天的比赛也会有像杂货商、蜡像师。也是可以比较快速可以解决掉木偶师，对，也有被这个抬脚手抓走放生的情况，是吧？有时有发生，是的，但是也挺厉害的了，只能说。对啊！当然，现在他们上来先祭出一个医生咒术师的体系，然后再补一手稳就问守墓人，外围的话应该有一个单6位出来，或者这些都可以。园丁，园丁先拿出来了。对的啊，园丁的话比较稳定，比较稳定的一个角色，而且呢，在调整过后的话呢，他的盾比原来要更上一层楼了啊，是可以吃一次普攻的伤害累加的啊。而且考虑到对局的一个情况的话，可能中后期园丁的一个盾的话，毕竟它道具是不限制的嘛，对，所以说可能效果上面会更好一些。是的，是的，而且的话，在特定的地图，比如永眠镇，也有一些体系的说法，像墓地那个点，对，就看看他们是不是有特意研究这个体系。不过这套阵容选出来的话呢，可能有点断了跛脚羊的这个念头了，啊，都是非常克制跛脚羊的这个角色，然后也可以比较好去应对你像后手的像台球手啊这类的角色，因为毕竟有先知跟医生跟咒术这两种这种道具可以去叠加啊，或者无限续航，对无限续航的一些角色的话，我觉得后期运营上面来说不是很有压力。那没关系，我可以先追这个医生嘛，对吧？我可以要么就先追他，你要不追他的话，反正以后你要么就要追死，不追的话那就是给一刀相当于白打，没错啊。这个调整状态现在不仅其实有医生，在医生之外的话，我们还有愈合搭配医者的这种速摸的一个体系，对的啊，所以还是对于监管者来说想控场还是比较难的事情。看年景的一个选择了，
得这套阵容其实就打一些硬追击的会比较好一些。喧嚣，哇，对，其实我还是挺期待年锦的喧嚣的，因为在上次调整之前，他的喧嚣可以说是绝对的 T0级别的熟练度。对的，但是呢，毕竟现在是有一个移速的下降和18秒的一个双重惊喜，那么容错相对来说会比较低，缩小很多，对，比较低了。那对于年锦来讲的话呢，虽然说地图也是个优势地图，终归啊还是这个角色它本身的强度是略有下调。没错，而且这个阵容有个问题点就在于说，你咒术跟医生你必须要去选择奇异去针对。对吧？然后你另外的一个角色的话，他会给到说年锦一个比较大的压力点。你像咒术的话，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面去 OB 喧嚣，它的一个代价不是很大，对吧？可能逼迫到你会选择一手窥视者的一个天赋。对，当然也可以起一个手追嘛，反正毕竟是一个走地的角色，走地的求生者，所以不像弓箭手那样有一些自己的小位移，包括可以给到监管者一些限制。你看区域选择是一个 L 字形。然后选择在墓地，墓地的话就会率先撞到园丁或者存在感提取机，是吧？守墓人都是可以去追一追的，毕竟就是靠自己的一个天赋，比如说你在弹射，或者说守墓人靠着自己的一个铲子，但是你只要用铲子的话呢，就会给更多的一个存在感。除非你精打细算，是吧？下了，然后这个震颤出来，下了震颤出来，去一个那这个打细算是要对身位把握的很好。对，你要有很多次的练习，才能这样去牵制得动喧嚣。没错，看到这边天赋带的是张狂挽留，求生方这边是双弹化显为的园丁啊，然后双弹飞轮的医生以及咒术师，然后单化显为的守墓人。好，4个人也是凑出来了一个回光返照。那本场对局由迪迦的求生者对阵 GR 的监管者有解说烤鸭慵懒兔，我们的来 COA 实时赛况解说。好的，进入比赛画面啊，直接是往园丁的方向走一走。对的，刚才也是说了，就是这位选手的话呢，在赛前还是比较活跃的。我觉得他可能就是那种不太容易紧张的选手。是的所以享受赛场的那种感觉。对，上来还是看一下啊，四灭给到一个红球，一个土球，哎呦，很准啊，很准。那感觉是对他起了想法了。这边防了一下反绕，但是丢了一下身距啊。园丁这一侧往甲门方向转点，对的，但还好的话，盾这边持续时间还是比较久。而且带了一手双弹是保证了一定的牵制空间的。对啊，但是的话，双人惊喜也是好的，有一段时间了，接近身位。那这边的话，我觉得可以等盾了，要去等盾，想要等盾了。但这边的一个双惊喜的时间，看能持续，还在骗，一刀。感觉他的追击是完全不着急的啊，就感觉一切在他的这个掌握之中的样子。张狂亮起是有空飞人给隔板双重惊喜。我感觉年锦他的喧嚣打得更加的精打细算了。对，就是我绝对不会浪费我的双重惊喜的，我得有把握再去交。是的，敌不动我不动的那种感觉。对，因为现在对于喧嚣来讲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子弹更珍贵了。对吧？你要去计算啊，要不然的话一等就是18秒，这有点受不了。没错。这边的话也先不着急踩板，注意好救人的一个位置，可以争取打一个双倒的一个节奏啊。看一下小兔这一波的救援。对，不过守墓人救援应该不会出太大问题啊。趁一个空刀后摇直接扯。的话双倒打出来的话，可能身位会丢的非常多。再给一刀，还要继续追。就要硬双倒。那这样子移形再去找园丁，很准的一个移形，逼迫园丁反走。这样的话，求生者这波救援可以说是亏中亏，就看看四咩能不能稍微再坚持一下。这边的话应该要等盾了，他要抓住空中。不行。对，而且还倒得挺近的2个人。哇，好凶啊，非常的凶啊！年锦想着这波无伤救我是接受不了的，而且我觉得求生者也有一个误区啊，就无伤救之后他会有点放松警惕。对，说你顶多追我一刀，你还敢打我双倒吗？会有这种想法。其实我觉得园丁这个跑位不太对，因为园丁的话，你首先你这边弹双倒了之后，一定是会有移形回来的。来稍微去防一下走位躲一下，就是不要让监管者觉得你走那个方向，你就真走那个方向。你可能假装去独栋，实际上呢，我往红蝶亭
去走。对，啊，这边守墓人起来吃了一点时间的通缉啊。那这波人是还救不救了啊？这边一个空中飞人有点失误赶路，应该是没人过来救了，没人过来救了。但是园丁的话，毕竟做的还是比较久的啊，年进最终还是等了一会儿。哇，园丁真的是最后一点状态也等过来，双惊喜再给到一颗球，差一个红了，差一个红。做到，哎，这边先下板，交猴下板啊。比较稳一点，对，比较稳一点。这一波的话，一定要顶住压力，因为外密码机的话，其实还是很差的。如果说这时候没顶住压力的话，再调一个人过来救人，先不说好不好救啊，主要密码机也不够啊，比较好去拦截了。现在一个打倒，这波是不想交单猴啊，但是中场的密码机在晃动，这个位置可以直接打一手拦截。我觉得对年景来说，这局很大的一个争夺抓面啊。是的，而且这时候一星已经好了有段时间了。这个没有往前排，主要医生的话，他想接近救人，是不是还有点难度啊？感觉他毕竟也是自己溜达着过来。现在2接了，所以说这局只要手语他们打成功的话，是一定有多抓面的。是，哦，这边堵住了，这边没有堵住，那也没关系。双惊喜，看一下能不能白球给到伤害，给到。我觉得直接打医生吧。对，先交这个大吼，因为你打了医生一刀，你就代表着你要一直打他。对的，要不然的话就比较好一点。要不然的话，相当于白打。飞人过来，医生红球先烫住，很细节。飞轮躲掉了，哇！年进这一波真的是处处都算到了。没错，那这样子的话，外围补状态的时间会大大拉长，因为没有医生在嘛。对。然后再去打一下手语拦截，这边移形一条排到中场，这个移形同时架住椅子，还有中场密码机直接过来追。但你这个时候下踩打出土，用再一个双惊喜直接倒了要。这个地方还差一个白，倒了，倒地。移形回去。主张大猴刚交过，现在2个人的话其实都没到。没错，看谁往密码机方向走。那如果说你敢往密码机方向走的话，我就先追你。医生我可以先放一放。对的。但周叔这边的话还有个飞轮，看能不能扛住压力了。红汤烫住，不给你不给交飞轮，哇，直接粘住。对的，把人再往底下一切。然后医生这边虽然说不好状态，只能去强摸这个守墓人了。对的，这也是医生在这个体系当中的作用啊，还是发挥出来了。要不然其实这个局已经没了，已经简单打了。对对，还好有医生，只能说这一波。但是又挂到中场遗产了，其实。就对也很难来说，他现在就疲于奔命，你根本就没有时间调状态，也没有时间修密码机，对，只能一直2个人去给压力去救人。但对于年景来说，我一直打上挂，其实对于我来说是没有任何损耗的。一个正餐出土，但是还是要倒地，肉师上2个球，守墓人直接倒，但是飞轮躲掉了一次，哇，第一次成功的飞轮。对的，那这样起码还是稍微缓了一下小节奏的。没错，那选择再过来把守墓人继续挂到遗产，然后叫鼠的话还在去磨中场密码机，放到中场这边吗？没有挂到3板，挂到3板了。对，挂到3板，然后另外一侧的话呢，嘉恩已经在起新机了。对。现在这一波需要医生给的救人压力给的比较大，但是医生其实不好救哦。哇，这个位置被拦截的话，只能让周术士过来。这个走位很细节，躲掉一个双惊喜，还有段看一下。好走位啊，医生已经尽力了，对，尽力了。现在拉开了，去抢中场吗？得抢中场吧，不抢吗？医生这一波非常抗压。那这边等移形80多。守墓人没道具，守墓人没道具，但是密码机已经抢的差不多了。还有一丝铲子，看这一铲子能不能抵掉一个。最后时刻要震颤，还是不行。不行，那倒了。另外一侧新机50多，其实我觉得迪迦的求生者还是非常有韧性的。对，就那一波飞轮的话，不给到一个双倒，其实对很细，缓回来了很多。没错。现在透过墙的缝隙看一下位置，而且现在开门战的话，年锦他的一个移形是转不好的，对，所以这一局的话有跑一个的一个机会。没错，医生想过来尝试一下救援，球掉了，球已经消了。过来的路上其实被拦截到，看一下这边，飞轮消了，双惊喜。那其实人救下来，我觉得要么选择直接，其实可以亮。等一下，不行，医生没有回光返照，还是要吃一刀，对，吃一刀然后直接亮。但这边的但是还是粘住了，对，绕场谢幕绕一下，给个土球，剩一个白球了，绕过来，哇，好博弈！我的天哪，叫鼠，
哦，教教鼠2波关键的抗压，是的，拖出了2个人，走位躲掉白球。哇，没招了，没招了。而且这边移情没好，是的，脸上之下守墓人是真没道具了。这下确实是一点都没了。不过墓地门已经在点了，这局医生还有自愈，如果是守墓人稍微拖一拖的话，墓地门开了，有没有一个平局的说法？守墓人努力一下，队友就靠你了。但他必须要拖开这12秒的时间，起码把移形的时间给拖完。不行，还是。但门能开，能走一个，至少能走一个。对，医生那边有自愈，守墓人这边是没有自愈的。交出来，先过去是拦截医生往走门的方向，但是医生没有走门，但是脚印漏了。没错。这时候的话，咒术师可以回去摸一下，守墓人还是能爆平，感觉医生这一会儿一时半会儿是倒不了的。是的，看一下终极抗压教鼠。得往角落倒了，完全不给你管门的机会，完全不给机会，这局应该是能平的，再撑一下，可以吗？这刀倒做到了，另外一侧能摸起来，但是有张狂线的这个能摸能走，拦不住的感觉。但是拦不住吗？拦不住，好像是拦不住。这个地方离门很近，而且他现在不是第一时间去门，排错位置了。对，哇，爆平了这一局，居然太有韧性了。确实，哇，中期。50密码机在中场的时候一度以为已经结束了，说实话。对的，因为求生他一直是处于一个2人要去拉扯的一个节奏，但是那一波飞轮躲掉清掉球之后，给到了整个对局上面是缓回来了很多。我说句实话，相信光真有用吧？真有用吧？我的天哪，这一局真的这种确实意想不到碰密码机，然后这种拉扯，感觉还是医生的这个点。因为医生这个点的话，我觉得是太克制这种后期对场的节奏了。对，你想一下，当时如果说飞轮清掉了这波球之后，回头再去找医生的时候，医生已经满状态了。这个时候咒术师我就空出手了，可以去修密码机。那医生过来压了救人的话，其实对于守墓人来说，整个场上的局势你一下子就不受年景这边的一个控制了。对，就最终还是没有控住密码机啊，新起一整台，最后那一整台是修亮了的啊，挂飞的人保活了，对，是吧？然后医生的话呢，保存了好自己的状态，咒术师的话那一波关键飞轮不给双倒，守墓人的话呢，也是在没有道具的时候燃尽了的再去牵制，实在是一点招没有了。是的啊，然后你再包括开门战医生的这个细腻的走位啊，没有第一时间被秒杀。如果说第一时间被击倒秒倒的话，那2个门都没有贴。那这样的话，我可能再去找守墓，这样守墓人扛压的概率就会比较，就扛压的这个时间会更长一些。是的啊，其实对于年景来说，我觉得这一局他反而不带挽留，他这局还有很大的赢面，有底牌，有底牌，他底牌切什么？切窥视者，对，插眼，对。但是我觉得年景啊，他这个喧嚣熟练度是真的很高，一点毛病都没有。只能说对方求生者啊，他们的这个运营还是太细节了，而且医生这个点选的是真好，是，抓到机会了，真的就抓到机会了。对，中期那一波，其实我觉得年锦他在做一个抉择，要么你去放着中场遗产机不管，我去 S 版死追医生，就是双11那波。如果说你要管遗产的话，那你就只能追咒术，你追咒术就意味着医生的摸满。医生的摸满就有人救。教教鼠前这137秒，但年景这边是命中了59次，这为什么59次就是医生啊？对医生的一个在场的数据，因为对于整个对局来说，医生首先他一定会空出一个满状态的人，可以去给到救人。是的，是的，这个是最伤的点，因为年景对于年景来说，他一直压制你的状态，不让你救人。但是对我有医生，而且医生救人能力还挺强的，你别说，人家吃了一刀之后还有庄云老有加速，是吧？我外围如果我相对来说我们都容易被拦截的情况之下，我能比你跑得更远。没错啊，这种情况之下完成了几波关键的救援，最后保住了一个平局。对。哇，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意想不到。我当时想着，就这个局面啊，医生当时身上还有2个球3/4状态压针了嘛。是的，我想的是，要不直接亮走一个这种感觉。但是的话，医生选择过来把这个人救到。你要知道，医生他没有回光返照。如果说这个人没救下来，那就是从一个能走一个变成了一个4抓局。特别是开门战，他在双11的位置，居然溜了那么长时间。我的天哪！我觉得真的是那个位置太厉害了，非常久的一个时间，太厉害了。那个时间的话，足以让求生方这边说，我可以拉扯开2个人的门的位置，对吧？首先你这样子的话，第一时间，哪怕再怎么样劣势的一个局面下，我都能跑一个了。哇，真的没话讲，真的没话讲，太厉害了。其实我觉得再多的这种赞美之词给到迪迦的求生者。这一局的拉扯都不为过啊，因为他们真的是打得非常好，因为年锦他几乎也没犯错误。你要说犯错误了的话，那只能说是应该带个底牌，对，但是没办法。从结果导
过来说嘛。对，在底牌的话，其实他在中后期的控场会更舒服一些。是的，是的，因为这局的局势，我觉得更多就是倾向于说他怎么去把这个50密码机给控住。对。可能中期那一波，你看双11医生那波抗压也很关键。好，我们先来看一下选手啊。那这边的话是 GR 战队的卡梦啊，深渊4的一个亚军，20年 IBL 夏，20年 IBL 秋季赛的冠军啊，擅长角色是幸运儿，喜爱角色前锋。卡梦的话，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选手了啊，就是队伍当中的一位老人了啊。对的，指挥位嘛。对，对于他来说的话，像很多 OB 位啊之类的，像之前版本的像小兽侠之类都会去打。他的角色池是深不见底的。对，很多。那这边的话呢是 GR 的阿策，他是深渊8的一个8强，23年 IBL 夏，24年 IBL 夏，25年 IBL 秋季的一个亚军，擅长角色是气象学家，喜爱角色是火灾调查员。阿策的话呢也是经历了很多的比赛啊，其实也算是一位老队员了啊，也是一位老队员了。从刚入队的时候，可能稍微还有点紧张，是吧？到还真是到后面慢慢的去用修机位去遛鬼。对，而且阿策的话，他的角色定位是有改变啊，在队伍在改变。是的啊，首次参加 COA 也是 GR 战队的新人啊，磁铁啊，虽然说是职业赛场上的新人，但是的话呢是在路人玩家里边的知名度是非常高的啊。对的，三个角色的话也是勘探员，以及喜爱角色也是勘探员。那这还不明显吗？都叫磁铁了，名字也叫磁铁，对吧？都叫磁铁了，那非常明显了啊！大家也是都懂他的这个 OB 位。而且我们都知道，勘探员这个角色上限非常高。对啊，但是现在的话，毕竟他上场率还是比较低的啊，可能因为一波调整嘛，啊，他的这个磁铁不能连续去扔嘛，他的 OB 的极限的上限会被往下调一些啊。啊，0次，首次参加 COA 啊，擅长角色、喜爱角色，这么实诚吗？都是选一个角色啊，擅长和喜爱都是佣兵啊，因为这个是选手们自己去填的嘛。上来我就是来救人的，对，来就是救人的啊，因为 GR 的话呢，其实确实他们的救人位是需要去一个补足的嘛，需要去补足的。所以的话呢，其实现在大家可以发现 GR 他们的一个队员来说的话呢，就是赤红和磁铁可能会有一个轮换的一个关系啊。那从选手介绍来说的话呢，0次应该是队伍当中补的一个救人位啊，所以他的这个位置还是比较稳定的。好，来看一下不是啊，是这个奶小胡啊，奶小胡。参与深渊6啊、深渊7大陆预选赛，以及是我们的 IBL 训练营的选手，擅长角色愚人金，喜爱的角色的话呢是机械师啊。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是我们选手自己填的，监管者也是可以喜欢求生者角色的，对的啊，监管者选手。好，这边是奶小胡比赛加油啊，每次都得反映一下。奶小胡比赛加油！那今天的话呢，看看他，因为自家队友虽然说平局啊，他并不能算是一个争优势，但是在年锦手里边保平不容易的，对吧？那我觉得奶小胡的话呢，可以理解成这是一个优势。自己如果说在第一局拿到一个3或者4以上的比分的话，对吧？就比较有优势了啊。说到这个愚人金啊，虽然没有人说到，但是我还说一下，说到这个愚人金，有棉阵可以说是他的最大优势图之一了，算是了。因为它这张地图，我觉得还是有点类似于像蜡像师一样对密码机的一个管控，对吧？偷袭流啊，偷袭。这个的话，可能面对到一个4黑的职业队伍来说，可能效果不会很好。对，我在想，因为我们比较熟悉的奶小胡的话呢，他可能是有玩隐士啊，对吧？然后4大天王的话呢，相对来说玩的少一些。那会不会为这次深渊的话呢，相对去补足他的4大天王？比如说，我突然来一首这个等会儿先不着急练玄霄啊，不着急练玄霄。这个比如说拿跛脚羊吧，对吧？啊，又或者元金，这也是天王吗？这个，如果说你心中洗牌了，洗牌了是吧？对，就是绝活在我们赛场上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对吧？你比如说是鹿头，比如说是我们刚刚见过的这个寒冰弗莱迪的聂西，没错。就其实对于选手来说，我觉得更多是你的有没有信心把它打出来，对吧？对的。但是你也不能说在一个绝对性克制你的阵容的情况下，又一个劣势地图的情况下去拿出来，那可能效果上面可能就会把自己的信心打没了。对，而且迪迦的话，他们是一个双监管轮换的一个体系啊。除了奶小胡以外的话呢，还有刘小蝶。那如果说上来让奶小胡先来一个
愚人金，比如说啊绝活愚人金。那后面的话不占其他人的角色池，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啊。刚才也是让我们导播老师给了我们卡总一个镜头啊，神级镜头来了啊。没错，我们这就是你只要敢许愿啊，就给啊，只要能满足的尽量都满足。冷兔也行，是啊，这不太好吧？这个啊，因为一般我们解说没有镜头的时候，其实都是这个趴着直播的啊。其实你不是躺着的吗？啊，我这不是其实倒立的，我是啊，我因为一边上班一边锻炼嘛，很正常吧。反正对于大家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一场比赛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因为在赛前呢，可能大家不太了解，就是迪迦这支队伍，尤其大家刚才介绍的时候看到，哎，那么多都是首次参加 COA 的选手，能不能行啊？就有这个疑问。但是经历了那一局对阵年锦对局之后，他们的一个强度可能会，被大家所重新去评估，对吧？好，来看一下前两手，医生明智，对，直接搬掉了，明智，对吧？确实，医生这个角色你真的不太能放啊。对，这个版本可能你第一、二手的角色都会被他这个中后期的控场上面有所限制。对，想了想，气象学家好歹他道具有限啊，对，是吧？医生这个镇静技真是太让人镇静不下来了，让监管者玩家。好，咒术师也拿出来了。那第三手的话，搬掉古董商啊，着急补救人位嘛，因为现在的话。这手咒术师是由这个磁铁来打，还是说再给他拿一个 OB 位？古董搬了啊，因为 GR 他们的一个角色池还是非常多的。其实我们除了救人位是由这个零次来玩的话呢，其他角色大家都可以换着玩，对，换着玩。但是你说第一回合拿出勘探的概率，我觉得还是不太大。不太大，我觉得也是不太大。已经出了一个咒术了，我觉得整个阵容上面的话，你还是要都下线的，像。飞行家阿莫武斯这种类型的一些比较强牵制的角色更好。搬掉一手啦啦队员，哦，搬掉啦啦队员还是比较少见的一个班位啊，有点说法啊。看一下最后一手选择，幸运儿，哎呦，确实挺 IBL 的感觉，对，挺常规的。不过幸运儿的话呢，也是调整过后的，是吧？这个没有以前那么厉害了。但是我觉得他可能在个人牵制上面的话，还是做到比较优秀吧。个人牵制还可以，对，就可能根据你的不同的类型的监管啊，我选择我不同类型的道具牵制。虽然说有这个概率性会失败，对，而且摸箱子的速度也是越摸越不如嘛，越慢，对，所以幸运儿整体的一个体系，在我们最近的比赛里上场的空间是比较少的，上场的次数也是比较少的，但是的话呢，当一个万金油角色来用是完全没问题的，是吧？然后中后期的话，也可以给队伍去补一些道具啊，或者说补一些运营的方向的道具之类的。对，毕竟幸运儿的话呢，在我们的这个排位模式里是可以合规摸枪的，是吧？其他人是弄不出来的。看一下奶特，奶小胡的一个选择，对，是因为他们这个名字就是比较整齐，而且的话呢，相对来说还挺萌的，挺萌的是吧？因为你说奶特的话，其实就是 night 的一个谐音嘛，一个音译嘛。但是的话呢，奶小胡，你看不一样的点在哪儿呢？就是 nighty， 就感觉更这个可爱了，是吧？可爱了一些，确实啊。OK， 我掌握了这个记忆法之后，我一定不会再说错了啊。行，我现在就是想着可爱对应小胡 ，OK， 奶小胡。好，我们来看一下奶小胡的最终选择是什么？到底是绝活，还是说有什么新练的，还是说以前的绝活啊？愚人金来了，就等这个呢，就等这个上场来了。这个赛前的这个短片里，他也说了，觉得自己的愚人金是最强的。对啊，那么究竟强度如何？我们职业来检验一下。是的，我觉得对于选手本身来说，将自己喜爱角色带到赛场上面，已经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情了。好看，我只能说好看。是吧？我只能说好看。当你抱着一个4大天王的预期去看的话，突然给你来一手愚人金，这个就叫惊喜。对吧？其实这个阵容，我觉得他们是有防到吧，因为幸运儿这个点的话，他可能就比较可以去好防一下。其实咱直说的话呢，就是怕愚人金的角色不是很多，对吧？就很难踩到这种愚人金特别克制的这个点上。看做一个普通的 BP 的话，是的。这个咒术师和气象怎么还抢位置呢？换了一下气象应该要走了是吧？不走，再犹豫一下，啊！走了，气象把大副位置抢了。OK， 那无论如何，咒术也不占了，
最终锁定在了一个右梯形选点，是吧？宙士站在红蝶亭，然后把刚刚2个人抢的位置，看来这一块是一个风水宝地啊！这大家求生者、监管者都想去，最终给到了愚人金啊。感觉也是冲着说要抓这个点位的人来的。修永眠阵的密码机的话呢，一些靠墙的密码机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比如说2楼，对吧？比如说中场，这种密码机是比较难以去防的，因为它的这个矿镐是从哪个方向都可以丢到这个中场的。这个是需要选手们去提高注意力的。当然，你咒术师什么的吃一个伤害倒是也不怎么亏，但是你主人位、幸运儿啥的就其实赛场上面来说，真的要去偷袭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少的，而且这个会爆点的，对，比较常规了，就单挽留的一个天赋。其实日常的排位当中，我们遇到愚人金基本上也是个天赋。愚人金带不了其他的，因为他必须得点快彩啊。好的，现在进入比赛面，本场对决由迪迦的监管者对阵 GR 的求生者，接受慵懒兔解说烤鸭为你带来 COA 实时赛况解说。好的，进入比赛画面啊，直接过去，一个飞高到了0次的脸上，这块怀表准备开始逼掉啊。是的，对于愚人金来说的话，它其实就这样子一个比较快速的起追时间。对，一个稿子，小表蓄力刀蓄一下吗？但这边的话要去搏一手吗？蓄力，哎呦，预判一个反走，那这样子偷袭，准备偷袭，但是飞过来是抓的一个点位。卡梦手里一块怀表，哎，怎么追了半天，又是一个大副，又是一个大副啊，是这种感觉。这个是双藤大副，哎，卡一下脚故意的。那这边的话拉近身位，双弹交了。看前面这个表，对的，前面这个单板的话有正的说法吗？先架住交互点，拉回来。走哦，他是感觉收的有点早啊，这个镐，因为他其实下板之后已经被架在这儿，他觉得卡梦可能会往外走，不去交互了。没错。那前期的道具消耗还是比较快啊，但是有点卡住位置了，这个地方身距有点被拉开。不过幸运儿现在已经是一个白板了，收镐，前面要给一个实体刀，没有给到伤害，一个实体刀，然后交双弹，等一下双弹没有好，哎呦没用出来这一波，那其实感觉可以等一下啊，这个双弹，对，这样击倒的话，其实密码其实是比较多的呀，对，看能不能逼闪现吧。前面的话板弹倒是好了，板弹但是起不来了。对，这个板弹弹不起来了。我觉得真少一个双弹，对，真少一个双弹。其实卡梦刚才再等个0.3秒左右，就可以翻这个防鬼弹射。但是奶小胡不让他等了，他打了那一刀，他得翻了。对，翻了。那看一下这一波第一波救援啊，是0次的大副啊，这一刀看着有点险啊，你在打险象环生，能不能去蒙到？如果蒙到的话是有哇，因为愚人金的蓄力刀还是比较长的。哇，那这时候幸运儿的话也没有什么牵制空间，想过去打一个双倒，但是第3段表摇到了，直接放弃。但是这样的话，幸运儿进入了双11，虽然也是点位也是死亡点位，比较窄。对，这个点位对于愚人金来说是比较出去了。是的，对，他是必须转出去才行。阿策过来准备补一个风。强风过来，但是这个强风的话吹不开距离，吹开了，吹远了距离，好刁钻的一个角度。幸运儿上2楼炸倒一下2下，这地方无路可躲。其实有路，往前再走一点点就够了，但是没走出去，没到机会。对的那这样的话，幸运儿被挂在了中场遗产。那这一局的话，其实求生者还是不好去争胜的。目前这个局面来说，因为除非看看咒术师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发挥，先推一推，然后给到一刀。愚人金是标配狂暴，所以你不能离得太远就。是的，对，陨石给到，拉近距离，没办法了。再怎么看？对，咒术师直接倒到咒术师旁边，然后咒术师过来帮忙偷袭一下，但是阿策躲得很好。前面磁铁这边好像也是要快开了，能开，等你隔窗去垫，没开99，对，他故意不开，就留在这里没关系的。其实现在吃正的话，他不担心的。是的，对于咒术师来说，哇，搏到了，牵不起来呀，这个人有点，还把密码机亮了，磁铁有点欺负人了，这一波逼，机会。
闪现快好了，是牵电翻不过去，但是还有电。对的，但这波的话其实要注意一下，不给密码机要够了呀，关键是丢镐。大副这边0次密码机被封住了，手镐还是没有收到。没关系，不着急，90多，完全可以等下一个镐子，等你丢完我再修都没关系。对，0次这边完全不着急修，丢完了。再修，闪但现，是闪现到了，打到了墙上，这波还弹到了，不是闪拉开，闪牵不出去这个电的范围吧？我在想，这一波闪牵有点没有什么用啊，感觉。没错，只要不被炸就可以了，直接走空地，然后给到一刀，密码机直接点亮，进板下板，闪现还交了，另外一侧墓地门已经在点了，而且也没有什么手段过去了。奶小胡这边，中间还有一个地窖，是卡住这边的话，其实这边不好转了，还是走不了地窖。看一触即发能不能？想往那边靠了，蓄力刀啊，想躲一个刀气，但是门肯定是够了，完成3跑了，这波要。哎呀，愚人金呐，还是没有经受住咒术师的考验呀。对，好，那这样的话 ，GR 的求生者完成一个3跑，第一局还是被 GR 收入囊中。没错，就感觉这一局愚人金的话，其实你说他失误吧，也没太大失误，对吧？主要是最后在这个。怎么说呢？防 OB 的上面确实是有点乏力。为什么？就我们说到一个点，就在于说他必须要带这个闪现，不管是他前期的追击也好，或者说闪现如果省下来的话，你可能打一个中后期的手语拦截也好，闪现会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因为我们都知道他会带狂暴嘛，是他肯定是因为愚人金他为什么带不了其他的天赋呢？就是他必须要把快彩点满的同时要把狂暴点满。小天赋要点很多，对你往左上去点的天赋的话，你就够不着右边或者左侧了。对，这就导致了愚人金的话呢，他几乎是一个没有开门战的监管。是所以大家这个结果也看到了，我没有底牌，别说开门战了，就是我想挂飞一个人我都做不到。对吧？我觉得最优势的点可能就在于前期了，就是你比如说丢到2楼底下的那个镐子，然后如果说那个蓄力刀蒙到了大副，那这局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对，确实，那确实，这个大副，这个只能说他的走位还是非常好，再加上愚人金的，虽然说他的这个蓄力刀比普攻要长很多，但是也没有像速散之魂小白那么夸张，对吧？所以最终还是完成了一个3跑啊。GR 这边虽然说监管者这边是被对手运营了一个平局，但是求生这边站起来，而且我们看到2位新人表现都不错。首先是0次他的一个救人啊，第一波的一个摇表自己扛压，第二波的话呢是这个救人之后救人没有被蒙出来，是卡了一些血线去救的。再来说说磁铁，他的一个 OB 位啊，确实理解是非常深刻的啊，包括倒的这个位置提前沟通好，然后在自己的一个短板博弈上能够盖到头。然后的话呢，也能适时的去给队友这个爆点，去防这个他的一个这个陨石，对吧？所以我觉得整体的配合这一场是拉满的了，再加上愚人金确实乏力，这个我们还是得承认。对啊，愚人金确实打我们4黑，尤其是职业级别的4黑的话，非常乏力，还是非常乏力。即使说地图已经选得非常好了，但是其实这个地图在可能巅峰对局里边它好的原因是因为大家双排，指不定谁就被偷一下，爆点不及时。但是其实没有时间给到他会这么去做这个决定，你知道吧？因为毕竟愚人金的话，你更多时间花在你追击上面。对，我们排位当中，虽然说你可能愚人金偷袭下这个局势不一样了，但是你在日常的这个比赛上面来说的话，我更多要放在我的重心在追击上面，保证有这个平局的底线在先。其实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处理 OB 那一波，要不然就硬签呢？我第一次就1层侯的时候，要不然就硬签呢，签了之后垫下来，然后再击倒他第2层侯都跑不了啊。其实还是当时第一时间去处理的时候，他没有给到主师伤害。如果说当时第一时间处理给到伤害的话，那他后面的闪现我可以闪咒术了。对，可以闪咒术了，对吧？那这样子可能情况会好一点。那这边如果说气象学家第一时间没有赶过来，因为气象学家我们知道他的位置是比较偏远的，后期才过来的。那第一时间没过来的话，那我解决掉这个 OB 位的话，那我可能还有个上挂的节奏，然后再去控下场啊之类的。对，我就想，如果你不去招惹这个磁铁的话，那他最多就1个吼，这说破天的2个吼最多了。对，他当时密码机还差1半左右，我签击倒1个擦刀，再硬签击倒1个擦刀，你还能怎么办？你强摸的话，我只能跟你搏震慑了，是的，对吧？强摸我就打，就因为，但你有个问题，你第二次一不一定能打到，对他可能扛刀。
对吧？这个就比较大的问题了。对，但是强过什么也不做，对吧？强过什么也不做，就是你跟他面面相觑，我就看着那人家还能长猴，是的，对吧？包括你去进行这个闪签，想签出一个范围，这个完全是有点想的太多了啊，想太多了。这个闪现才多远的距离啊？人家就是基本上是一个贴脸的，又不是前锋，对吧？因为你毕竟说你闪现的话，可能更多是防的是像击手啊，或者说前锋这类型的角色。对，因为这些角色的话，他毕竟他的击球的球，它是有个位移的空间在的，对吧？它不像说咒术式的猴子的话，它是一个瞬间瞬发的。对，包括我们闪签的一个流程是你。闪牵，也就是说我是先把这个人牵起来，即使你这个牵人的牵闪，对，其实是一个牵闪，就是我要先牵，有一个牵人的动作，然后再出这个圈。但是当咒术师看到你牵人那一瞬间，他只要交出这个猴，你的位置判定还没有发生改变。对，即使我们视觉表象上来看，最终是在比较远的地方被电下来了，但是大家都知道你是在哪电的，大家心里都有数，没错，对吧？所以闪现去牵人这个决策也是没有什么办法当中硬想的一个办法，但是也没有办法，对，没办法，就也算是整体的节奏上面没有给到他太多运营空间吧。前期你追的也不是说很快，对吧？那如果说你追得快的情况下，你可能还能说我把人逼走，然后丢个镐回来，然后再位移过来，然后再把人牵起来，拉开这个距离嘛。对，就是博弈上的话也没有搏得过磁铁。是。行，一开始是想给他造成压力，就想去打他的伤害，但是的话呢，反而给他更多了吸猴的空间。对，然后最后就是相当于是滚雪球，但是是咒术师版本的滚雪球啊。对，没什么办法，整局看下来的话就是追击，然后手椅。控场基本上是控不住的，没有什么控场，然后再加上最后的防 OB 节奏是处处节奏处处不好，最终被完成了一个3炮。就感觉对于愚人金的话，可能要更苛刻一点，就只能说前期的追击上面能不能去突破的更多，对吧？突破更多的话，你可能后期就会给你更多空间处理这种情况了。对啊，其实我在想，就是如果说是奶小胡的话，即使他是后手登场，对手也不会去ban他的愚人金吧？我感觉，要是我选的话，可能隐士上ban的概率甚至会更大，是对吧？这个愚人金的话，先不说，假如说你后手上场没有永眠阵这么好的地图，对吧？那比如说你其他这种地图，求生者一般更不怕，所以第一局在队友取得这种优势的情况之下，是不是这个决策还可以再调整一下？对，不是说人员的决策，是说他的选角的决策，是因为他不可能说只有这一个角色嘛，对吧？我觉得4大天王起码得会一个，对，打个歌剧演员都不是这个效果，我觉得，没错。好的好久不见啊！距离愚人金上一次在 COA 赛场出现已经有了674天，上一次呢是由 FT 对阵阿克西斯 FT 的鹤神使用的，在2024年5月1日，这么远了吗？好久远了，这么远了。说句实话，真的有点印象模糊了啊，印象模糊了。但是好在我们赛事组还是记得的，对啊，那一局的愚人金。好了，我们来看一下本场高光吧。直接冲，直接救，别逃！好，掉好就直接走，别给状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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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的话我得溜，接着，对，走。是中场吗？可能会换。 7、6、5、4、3。好，我去。打好的，雷斯。哎，闪现了，不好一半。截死墓地，5、起吗？4。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深渊9》的比赛，我是解说烂兔，我就是烤鸭。那马上进行是迪迦对阵 GR 的第2回合了。是的，刚刚结束的第1局的对决当中的话呢 ，GR 的监管者年锦啊是拿喧嚣保了一个平局啊，是一个比较接近多抓的情况之下，但是对手的求生者打的是非常压力了，顶住压力。然后第2局的话呢，是 GR 的求生者3跑了对手的绝活愚人金。是的，那现在来到第2局啊，那客场队伍的话进行选图，也就是说 GR。迪迦这边搬掉唐人街啊 ，GR 这边来了，还是要有光，还得有光，对，还是得有光啊！你要这个才能让自己的属性更加憧憬爆发起来。对，确实，这个GR 的监管者是先上的啊，选边这边是迪迦，选择让求生者先上抗压。但其实玩笑归玩笑啊，但更多还是说到月亮河这张地图，我觉得也是给到监管这边去选的，对吧？首先你这张地图，毕竟一个大图，我们都知道。 更优势肯定还是掌握在监管的手上嘛，那肯定，对，那肯定。这张地图的歌剧演员，对吧？我们上局也是看到了这个
配神的这个发挥。对啊，所以整体的话，4大天王都是可以上这张地图。我觉得割据这张地图，割据的话，其实最大敌人就自己。说白了，就是你断不断？对你断不断？你不断你的话，你就基本上就是一个高速马达，是吧？你想去哪就去哪。是。啊，这一局的话，在跛脚羊割据之间班位应该是2选1的，因为这种大地图台球手打的也不是特别的舒服，对吧？我们也看台球手了，台球手你想吧，手里一共8个球，可能大部分时间都保持不了满球的情况。如果对方的密码机控得好的话，在大地图你赶路都要花费4个球，还到不了最远处。其实就这几天看下来最基本的情况就是你淘汰1个人之后，场上密码机4台开了，对吧？剩下1台，那基本上这1台留的位置肯定就是2个极端，是对吧？就只要你的训练有素，你的密码机安排的合理的话，你不留3连，然后就打2头，你相当于来回来去。再说人家其实台球手他的移速也不是很快，是对吧？我一个假想腰。好，我们来和观众进行一个场间小互动啊，看看我们这次的题目是什么呢？好，你心中哪个是年仅的动物素啊？这都没有什么悬念吧？简直的太简单了，第一时间看到了就会给出答案了。哦，对啊，柴犬啊，柴犬啊，大家也是非常了解啊，我们的年纪啊，确实是我们的题目非常简单啊，我觉得简单程度直逼上一局我看到那个加班不加班，就直接选不加就可以了啊，以后直接选不加就可以了。这个，但是我觉得这个环节还是蛮有意思的啊，就是我觉得未来啊，可以给观众朋友们再为难他们，对吧？这个难点的题目啊，对吧？你记得我们季后赛的时候，咱好歹也是有个这个选手剪影的，是吧？猜一猜，有的观众他可能真的不一定能够看出来啊。但是我们这个的话，但是我有一个办法，不是选2个观众吗？我选1，你选2，咱总能对一个。选对的时候是吧？对吧？咱们得搞4个选项。啊，然后这题目不定向选择题，那我拍4个人直接啊，没毛病，真没毛病。好，这边的话是 GR 的一个应援，向光而生，永不言败啊。GR 的话呢，确实是大家非常寄予厚望的一支队伍啊。那赛前的话呢，也能感觉到，就是迪迦这边压力肯定还是有的，但是他们毕竟作为一个相当于这个挑战者的姿态去做，啊，我们是能看到迪迦的求生者比我们想象的韧性要丰富的多，啊，韧性要好的很多。所以这次又一次轮到他们表现的时候了，现在的年仅是摆脱了18秒束缚的年仅，是吧？他很可能有，我觉得他第一回合也是试一试，也试一试。说实话，就是你可能说这个版本想试一下，就是喧嚣上场的时候的强度怎么样？对，就是年仅尝试一下自己是否还能玩到上个版本的喧嚣。对，但是没有做到，玩到上个版本也太难，没有做到。但是的话呢，这一次的话，他的选角很有可能是那些没有 CD 的角色，比如说不是时空之影，是歌剧演员和跛脚羊，对吧？时空之影这个，就亦或者说你要去打像台球手之类的，其实也行啊。对，就你可能会更多把注意力放在半场去打。你要说我想看的话，我是很想看台球手，对我也想看，对吧？虽然说时间上面很久啊，对，一局可能10几分钟，对，但是我感觉年仅的话，可能他的这种心目当中的排次序优先级，可能甚至路头要在台球前面。对，这个倒是真的，这绝对是真的。每次排到他的时候，这个月亮河都玩那个路头，必是路头是吧？没毛病。那看看那迪迦应该也是有排到年仅的经验的，是不是也要稍微防范一下从选角上？但是路头和歌剧要是选的话，我觉得还是歌剧。对，歌剧的优先级肯定比路头要高的。主要是我们都搬啊，平时啊，月亮还是要搬一搬，肯定还是搬歌剧是吧？对。但现在对于他们来说只有1个班位嘛？对的，给到了跛脚羊。那看一下选择佣兵跟气象学家这边，古董商跟先生摁掉第3手。感觉挺歌剧的，目前看来啊，这个班位还是挺歌剧演员的。看一下第3手吧。那讲一下。觉得更多，你像雪茄这个站台已经有了，你可能更多要选择像说我可以站鬼屋啊，对吧？像火灾啊这类的角色。对，月亮河这个 BP 还是比较好去做的，就是相当于4个点，你一个选一个，没错，对吧？比如说我们现在不缺的是可能是终点站，现在缺的是起点和鬼屋，对吧？然后桥边应该是一个佣兵，对，或者佣兵去2站点站台什么的这种打法。所以就是选一个稍微牵制能力没有那么强，需要去个人坐车的一个角色，或者说有强坐车能力的角色，比如说飞行家，对吧？我有强坐车能力，同时我也不怕你的这个路头，没错然后或者说我选一手的园丁类似的园丁已经没有了，园丁在全局了搬掉了弓箭手第3手，
公寓手翻掉。那第3手选择，球这边的话呢，就像刚才说的啊，可以选择小说家拿出来的话。 小说家不稳定，主要是他的单体牵制能力。我觉得他小说家拿出来，他可能防路头，对防路头嘛，对。但有个问题啊，小说家放哪里呢？起点呗，火灾给搬掉了，不给你选。尤其我觉得第3个点位你选个火灾会更好一些。然后第4手的话，你可以选一些比较适合强自保的一些角色，对吧？然后多带个化险为夷也挺好的。机械师，哎呦，我的天哪！我感觉拿一个歌剧演员这个阵容简直就是。 自助了，就我觉得他们不太担心你拿歌剧，反而拿歌剧的话，他们可能更懂得怎么牵制，然后更多把阵容上面我去主心防到你的像鹿头这类的角色。对他再懂牵制，这个机械师也很难牵制得起来啊！利用场景道具，过山车，你就直接说玩板子就完事儿了呗，是吗？对我还以为是这个利用自己的机械这个傀儡当做先知的鸟来用呢，啊。 你别说，我觉得现在机械傀儡要是扛到刀，肯定还是比先知的鸟要厉害的。毕竟它是一个正常擦刀啊。毕竟我可能开局就有2个啊，你这样说啊？对呀，这么想，机械师还挺厉害，是吧？除了有点小羸弱之外啊，修的又快啊，偶尔也会很缓慢。当然，看一下年锦吧，我觉得就是歌剧鹿头2选1了，还是说看到机械师直接啥都不管了，我抬脚手上？对，也有可能，就可能换一些别的角色打也说不定。 因为毕竟也是 GR 的第1场比赛嘛，还是比较期待一下年锦说给我们准备了一些别的角色啊等等之类的。咱们的推荐角色和最期待角色的榜单，我这边肯定是不一样的，对吧？我的最期待角色肯定还是抬球手，我想看一下。但是我的推荐角色肯定还是歌剧演员了，啊，看看年锦这边选择了最推荐角色啊，歌剧演员。 没什么太大问题，因为这张地图歌剧的一个优先级还是太高了，哇，超级高，而且这个阵容也没有说特别明显的防你的歌剧，对吧？对，他会不会给机械师选一个特别刁钻的位置，来一波？不是，我想说这个地图你最刁钻能刁钻到哪里？直接选帐篷，谁会想到呢？对，那我如果说选起点跟帐篷的中间那个桥上那个位置，你怎么办呢？回到选点阶段重新选。又抢位置了啊！不是，机械师去终点吗？看这意思。终点，好，那有点小说家直接堵住了，有点过于明显了吧？哦，刁钻，还是刁钻，就是什么呢？就是故意去调换一下位置，骗你去起点的。你以为我在起点，其实不然，我在终点。那起点的话是一个气象学家，那年锦也不挑了吧？我觉得，对，肯定不挑了，只能追了。这个位置的话，你要么就唯一的一个说法是可能不追起点去追鬼屋，但这个的话可能就会在前期的排点上面会有点影响。但你怎么着也追不到终点吧？追不到。前期赶路先赶个20秒，那不太能。对，来看一下题目上面写带的是底牌挽留，球权方这边是双弹飞轮的象学家，双弹飞轮的小树角。哇，这一局是4个人凑一个化险为夷啊！对，一个化险为夷，2个回光返照啊。看一下啊。好的，本场对局由迪迦的求生者对阵 GR 的监管者，由解说慵懒兔解说烤鸭来 COA 实施赛况解说。好的，进入比赛画面啊，直接往鬼屋的方向走。那这样的话，起点的气象暂时可以松一口气啊。对，鬼屋这边的话呢，站的是一个小说家啊，选择直接上2楼。快，然后这边的话因为断影了，残影在这个到楼底下，对，所以说不敢翻。单板博弈两边都是来回拉扯啊。是，其实不行，还是这边在等影月。我觉得就是早吃这个杂早好一点啊。不过等影月好了还能跟上。那影过来，对，正常跟翻。啊，那这一波的话，其实小说家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就是一个比较常规的牵制啊。看一下嘉恩，哎呦，这边又断影了。哦，这边有点断影了。回溯回来，小说家这波牵制还是比较不错的啊。不过
具体评判的话，还是要说能不能闪现之前先不吃刀，因为你闪现前吃刀的话，闪现基本就要收。对，但起码这一波吃刀的时间刚好是拉开距离，但闪现现在好了，看一下这个位置，树叶是没有吸出来的。转个飞轮，能不能做到呢？哎，飞轮，哎呦，急啦，差点做到，差点做到，真的差点做到。对，其实一开始年锦先急了，嗯然后后来的话，年锦过来之后，人家这个嘉恩又想着我赶紧飞轮进满吧，结果没进去啊，被年锦等了一手。这年锦的话，他是经验非常的老道的一位监管者选手啊。不过就是对于求生者来说，小时加晚吃刀也有利于机械师去修嘛。对啊，这边排点好精准，等一下，哦呦，要逼救，给到一刀，给到一刀，手上闪现交过，所以说这边再打第二刀有点难，而且坦子再逼一个交了，2个互换，坦子交了，这边救下来没问题。是的，过来再去找一下嘉恩。哎呦，极限吸出来一本隐喻，对的，这一波看能不能一个2次牵制。要上车的话，还要再得一本书才行。那还是比较有点难，有点难。对，这边踩板，对，踩板前面还有一个单板可以博弈，反弹杆也交了。现在单板过来没刀，但是一个加速还是有刀的，到了，没办法了。但密码机速度还是挺快的，毕竟终点放了一个机械师在内侧。是。这一局的话，看一下这波救援是派气象学家过来吗？还是应该要让机械师来吧？对，机械师来好一点，但是机械师来不了啊，好像还是气象学家离得更近一些啊。场上最慢的密码机肯定就是鬼板这一台了，就是救完人之后佣兵新起的这一台。防一手拦截，这边佣兵也是松手，给到点压力。是的。然后另外一边四灭已经往这边贴了。对的。年姐这边好像没有发现啊，看到了，看到了。飞轮刀。树上是有降平的，哎，先把人救下来。别扯。但这个位置不好交锋啊！如果车打到了小说家的话，没办法，没办法牵制。打到针对，他肯定得先扛，然后再去帮忙交锋。对对对。但是没有扛到，那这边的话呢，佣兵也得走了。小兔走了的话，鬼板修机的压力变少，那这样的话直接给年锦提供了一个信号，就是我可以先过来追一会儿4灭的这个气象学家留个残影，然后再看鬼板。留残影逼他下滑梯，然后鬼板这边密码机已经在抖动了。中间桥上哦，机械师身上。等一下，这边没有看到，哎呦，擦肩而过，没有看到娃娃，但是机械师本体在。对。哎，是不是看到了？暂时不想处理刚才。哦，他应该想打本体先。对，出过来应该有刀了。娃娃倒了。对，但这个时候娃娃倒，其实反而是把所有人换出去了。是的，把机械师本体换出去了，而且佣兵那边鬼板修的也很舒服，已经快亮了。看一下机械师这一波博弈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对的，手上还有飞轮。哎，想直接传，自动落地，让学家这边倒了，出来，倒了。感觉这一波的话。还是有点给一些，我觉得有给机会，因为这一波其实机械师没吃刀，对，不用修的。是的，他不着急去修，他可以再等一等佣兵的位置。其实他是觉得自己手里边已经是有自保能力了，对，有降平。但是要知道，他最好是不要被针对的，因为他是场上现在3个人唯一一个没有回光返照的。对的。另外一侧又在起新机，感觉跟上一局的运营套路还是差不多的啊。就近起一台新机，但是这一局的话缺少了一个医生啊。是的。这次打状态是真打状态了。这样子的话，给到一刀，2个人得都往密码机远处走，回速过来。还有个降平推开，推开了。哎，机械师露头了，不能吧？不能给这台密码机压力，给这台密码机压力，你要被留下了。哎，我觉得急了，真急了，真急了。就当你队友在扛压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去露脸，对吧？因为现在传送交了，你也管不了佣兵那台。没错，而且现在2台密码机留得很近啊。这位置的话，我也知道你现在要换位，所以说立马赶过去，直接拦截了一手。但是他密码机不多啊，不多，回速过来，但佣兵卡的位置还是挺近的，而且已经被排到了，想一个互换无伤，一个互换无伤，但是能无伤吗？好像距离不太够。行，给到一刀，佣兵倒，另外一侧密码机已经开修了。对，而且这边你届时牵制格局有点难，哎呦，大了吧？继续抽刀，年锦刚才在200窗就一直在抽刀，然后这回想了想，是不是该投铁锅板了？结果还是抽刀。这个博弈就是没招。人家不着急，挂谁都行。
是，因为它其实它是有位置信息的嘛，其实它可以双挂，然后去看到你追就好了。对，然后现在传送也是好的嘛，就双挂直接去追。这样的话呢，思思咩是放弃修机，然后隔桥相望。但这个地方没用，因为你这刚好刷了台密码机，我可以把你压迫到密码机附近之后传送。对。排了点位，看清楚，但这边看清楚，不要人被偷。对于年检来说，对。地窖也在这个点位上，在对面。他是没有看到是。应该是没有注意到，因为耳鸣一直在隔桥给嘛，他很担心人被偷，所以一直在排近点，但是其实是在隔桥相望的，他没看到吗？不是，刚才不是在修机吗？话说，传送了，传送了，看到了脚印，现在就是这个博弈滑梯，不用回速这边直接架死了，骗了一刀，回速过来，活板子，飞轮交了。但这个地窖开启的时间还要很久，因为还没淘汰。哎呦，这边直接头铁过板，想爬这个地窖也是没什么机会的。那这样的话，年锦第2局上半回合完成了一个4抓。我觉得咱们这2局看下来，我觉得第1局看着像4，但是没4；第2局看着真不太像4，但是4了。就第1局他们运营那种耐心。就好像第1局是把敢打，然后打出来了。对，这局是又想沿用第1局的方法，但是我觉得这局太过于不够谨慎了。对，就这一局的话，你没有自保能力的，在给密码机疯狂大的压力。对，而且是在队友这边压力不大的情况下，你给那么大的压力。是的，对吧？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去商榷的。就是第1局他们那种耐心程度跟这一局感觉是有很大差别的啊，可能因为也是有个医生吧，他们这一局的话，毕竟要2个人会面去调整这种状态，而且桥上的密码机诱惑很大，真的很大，接近90，是的，就诱惑真的很大，就想了想，要不咱们3个要不一起抢得了啊，但是实际上还是不行的。对年景来说，就中后期的思路，他永远都是比较在线的。对，发现他当时对于鬼板密码机一直在观察，对吧？然后在观察同时还给了气枪一刀。是的，然后回过头来发现，这边机械师露头了之后，我可以锁定到2个人的位置的情况下，他选择先去把机械师的状态也选择打下来。那这个时候的话是抓到了求生方这边给到点破绽，就是你还敢去在我脸上使密码机？对，没错。年检的话呢，也是确实是越打手越热。那看一下这一局的赛后数据吧。求生者这边的话呢，其实这一局整体来说没有牵制的太起来，但是我觉得嘉恩做的也不错了。他是开局55秒左右才吃的刀啊，闪现还有5、6秒，那个闪现真可惜。对于嘉恩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机会把握的好机会啊，对吧？你要是 A 闪击倒，咱也不说啥了，就是闪过来之后，年锦也不出刀，然后他要去用这个木压这个年锦的这个抬刀，然后还是着急提前摁飞轮了。其实双方就是一个拼反应的过程，当然监控这边是个优势嘛。可能还是脸上那个板子太香了，好想进去啊！好想进去之后，年锦顺势出一刀，然后再下这个板子，然后告诉队友我预判了他的闪现，对吧？好想这样，但是最终还是年锦这边稳住了这个压力啊，还是经验上也很丰富，而且的话呢，从这个操作上来看的话，年锦虽然前期有几个卡角，但是后期的话还是挺丝滑流畅的，就是啊。控场思路很在线嘛，然后也是成功的让求生方这边没有太多的一些周旋的机会了。我觉得还是得去改变思路，说不能把日常的那种排位的那种打法，对，融入到比赛当中。日常的排位有一些监管者，他的给你的压迫感不足，他的强度是不够的，对吧？他有可能追机械师就追上头了，对吧？人家可能就保平加几分得了，对吧？但是这是赛场，这是不一样的，可能这就是迪迦他们。就是这些刚刚参加比赛的年轻选手们可能面临的一个问题，对，就是赛场的经验确实是只能通过参赛来去补足，但是他们又是刚刚参加自己的这个深渊，那现在的话呢，压力又回到了奶小胡身上啊，因为刚刚的话呢，其实他是没有什么压力的，但是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但制造了压力。对，现在这局的话是5比3之后又来了一个5比0，面对的整整的一个7分的小比分压力，而且这一局还是必须得4抓，不4抓就结束，就去败者组，对吧？所以是不是该拿出点不一样的了？就我觉得他怎么着也得混一个歌剧演员吧，肯定应该有的，我觉得。愚人金消耗他的练习成本那么高吗？应该是会有的。对啊，就像4大天王的角色，我觉得是肯定有。我觉得至少有一个吧，对吧？至少有一个。
那你更多要想这张地图怎么去创造四抓一些机会吧。你要是我说的话，就是永眠阵割据不好打，咱不打，先玩绝活，地图优势没毛病。但是呢，到了月亮河，是不是一方面绝活也搬了？你这时候要是突然拿个隐士，对方也肯定会防嘛，还是得拿割据。而且你防隐士的阵容防不了割据，是吧？你打医生啊，打心理啊，调酒这种割据都不怕。所以，要不还是天王这个露一下，可以试一试。但我觉得医生还是得搬。如果说你要打一个4抓局的话，我觉得医生这个角色不能放。主要是你也不知道我放不放割据嘛。我要是放你，我要搬割据放你跛脚羊呢，你这不搬医生直接完了，直接完了。所以还是挺有压力的这一局，毕竟作为一个B4的一个局面啊，就是现在奶小胡必须4抓才可以得到一个第3局的机会或者说有没有尝一些别的一些角色呢？是不是又有什么新的角色啊？这边有一个卡梦的牌子啊，对的。这个版本的话，其实有很多的监管还是有一定的改动跟加强嘛。对，而且你看他那个应援的那个手里的小牌子，还是中文卡梦，中间还有一个 GRAK 的一个 ID， 挺像素风的一个感觉啊，很用心。是。也每次都看见这个大家的这个应援，有的是现画的，有的是自带的，有的是自己制作的，是吧？对。好，卡梦加油！这个是求送野人限定金呀！这个是什么梗？这个反正最近很多什么大英雄嘛，就我们那个野人的限定金已经比较久远了啊。求送什么伙伴呐之类的都有是吧？反正就是许愿嘛，对吧？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愿望基本上都会被导播老师实现的啊。那这种的话，你就等吧，人数吗？等吧，等消息吧，好吧？等消息就要联系你了等消息吧。就是要什么神级镜头的这个还好说是吧？主要这个限定金这个确实是比较难，要不是限定的，对吧？确实我们要说这个野人的限定金还是比较有年头了。我记得我刚开始玩的时候，野人限定金刚出，对，那很早了，第7、第6赛季左右的事情。但是对于这个观众朋友们来讲的话，就是来都来了，不整点活那不白来一趟，是吧？要么就是整活的，要么就是咱们应援，是吧？反正一定要是有这个，你看这个我感觉是 GR 的黄瑞哥哥嘛？实名制了是吧？实名制了，这新人刚来就实名了，是，那没毛病。但是导播很明显理解成了，请给这个磁铁一个镜头，一个神级镜头是吧？可以，大家还是非常有创意的啊，在这一块儿。但是对于 GR 来讲，反正现在压力是不太大的啊。但是你看，从奶小胡的这个表情来看，确实是没有那么的轻松没有那么的轻松。没错，就这来吧，进入 BP4的对局，可能要考虑更多了。对，因为想去争4抓，必须是对手给一些机会才可以。是的其实刚才那把歌剧演员也是对手给机会了。对一身弓箭手把你的台球手给搬了。原来他还有台球手。那，哎呀，那第一局玩也挺好的，我感觉你这个。对呀。哎呀，没事儿，那起码歌剧演员还在，对吧？4大天王一个都没搬，都在外面。古董加守墓，看第3手的选择了。不会真的是奔着隐士班位去做吧？应该不太能。他如果说选隐士的话，可能弓箭手这个位置就不着急的这么快去搬掉。他可能弓箭手搬的话，可能怕他影响他再连，是吧？你还有就是他这个班位大概率是冲着说打跛脚羊割据去的，感觉也是啊。幻灯师来了啊！幻灯师来了。可以GR 这边反正新角色肯定是要练的有些职业队伍他没拿，但他肯定也得有因为这个新版本上了这个角色，而且强度可观的情况下是一定要练的最后一手选择冰幻应该不是羊了吧？对，就不是了，羊不了，是往割据上面走吧？或者他的这个玄霄是吧？怕拉点嘛？也有说法，怕拉点。园丁不
过幻灯师的话，虽然说这个角色的赛前预估强度还是可以的，但是目前各个赛区看下来，幻灯师的失误率还是非常高的，经常无法木压，对吧？经常就是抬刀我没忘收回来了，把我的这个本体。这感觉不应该，可能说紧张了一下吧。就对于选手来说的话，我觉得幻灯师的木压它并不是说一定要100%，我看你出刀去。对，我可以提前收嘛，啊。我觉得幻灯师更多的好处在于说它不会被架点，对吧？我开个幻灯一眼，然后我回头下板，然后出去的话，你是没办法说第一时间拿刀的。对，它的一个好处，你必须得先踩板去打我的本体。对的。那看看奶小，而且我觉得奶小菇这个班位啊，也不太像歌剧了。歌剧首先你应该也不会把古董放出来，是吧？那4大天王这一块，我们快给他排除完了，感觉又不是跛脚羊了，又不是歌剧演员了，那可能就真的不是4大天王了。这个阵容你要说打隐士，也确实缺乏一手调状态的，难道是真的吗？我觉得不太好打吧。但也行，我觉得但是没有抓的对局的情况下，隐士肯定是有机会的，可以一试，只能说可以一试。但是我觉得目前版本来看，大家都太会应对隐士了，主要是隐士原来上场率低了，可能是因为当前那个版本的观众效应，隐士可能还能帮忙压一下。那现在的话，观众效应改成修集总量了，所以可能上场率会略有回升一些吧。奶小湖这么多年了哦，还是这个控场型监管者为主。记录员争4抓，我觉得是可以的。对，这张地图可以选的。这张地图反正你撞见人得大概40秒左右的事情，是吧？因为大家都在拉点，你是一个纯走地，然后呢，你起追击节奏，那就已经是奔着1分钟去了。不过好在他也不是说特别着急去抓人，也不算特别。可以先一边说控一下场，然后再追人嘛。对对，一边控一下，什么丢这个记录啥的。但是这张地图还是太大了，加上对手有这个古董伤在，这 OB 能力也是非常强的。有时候你想审阅一下，人家都不一定给你审。好吧，来看一下这一局吧。月亮河公园的一个选点，比较常规的选点啊，救人位战桥边，抗压的话在终点啊，16比较安全的位置是起点站啊，有车可以辅助，再加上鬼屋占了一个幻灯师。记录员的话是选起点侧还是选终点侧呢？选择起点侧2站，来走园丁那边。这样的话就是看鬼屋的人好抓，我也可以抓一下鬼屋；要是不好抓的话呢，我可以去桥或者右拐去这个起点嘛。对。园丁是不是可以一试啊？还是上来咱直接奔守墓人就走了？我觉得园丁不太好试吧。园丁不是，那反正幻灯师是暂时是惹不起的感觉。对。那只能是守墓了。要不就开始逛街，看来自觉得天赋他们怎么带的。如果说这边带的天赋比较激进的话，可能就不好追了。一排的飞轮加化险为夷的园丁，单飞轮化险为夷的园丁在起点站，准备有一个利用车的一个说法，然后04是化险为夷，磁铁的话呢是飞轮。好的，现在进入比赛。本场对决由迪迦的监管者对阵 GR 的求生者解说，慵懒兔解说凯耀为您带来 COA 实时赛况解说。好的，进入比赛画面啊，起点直接去找卡梦的园丁了。这一局是没有回光返照的，对，但是有飞轮，然后呢也有一个盾，直接单挑一下卡梦下来。这个身位还是拉的比较紧的啊。前面的话，前面玩一下板子稍微，对，玩板，但不着急，这个盾的学时间还在。是的，等盾快结束的时候，选择再往车那边靠近，往车靠了啊，到板区没有打算去下板。这样子的话，其实给了一个很安全的身位啊。对，而且记录员也没有什么跟车的手段，对，先丢一下记录啊，外围记录好像没丢，就纯看一下啊，对，看一眼。那这样子
上车往前走进板的话，其实差不多下个盾的时间也能续出来了。是的。卡梦现在手里的飞轮也好了，前面准备吃一刀往终点方向走，然后这边是有磁铁的，蓄力。嘿，哎，还给了一棍。哎呀，这不是因小失大吗？对，但这一波的话，想要选择换开吗？不能吧，不太能追古董吧。但是卡梦就硬修啊！哦，在脸上，我以为这个是守墓人几盾了，几盾了。卡梦也是明显不怕呀，感觉。是的，盾掉了，那给到一刀。一刀。卡梦想着帮这个磁铁来扛压。一行这么短吗？预判卡梦反走。对。然后04这边下铲过来帮忙扛刀啊，铲扛刀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而且这个板间的话，其实比较好博弈了。对。看一下。其实啊，只能打头铁过板，只能打头铁过板，因为守墓人是下不了板的嘛。对，哎呦，没招，还是扛到了。守墓人说实话太好扛刀了。前面记录一个翻窗，然后记录没香啊，续盾，哎呦，极限把盾顶出来了。对的，那这样子的话，这个牵制时间拉。二战是不是还有车呀？二战呢？来得及吗？好，来得及啊，来得及开走，能跟上吗？一起吧，一起上车。可以啊，坐到了副驾，不是坐到了后排啊，坐到了后排。那这样的话，又能硬拖一段时间来博弈。啊，没招了，这没办法了，这真没办法。对，但足够了呀。下面马基只会给到2个半台给你去控了。是，虽然说相信记录员他的一个控密码机的能力，但是这个击倒节奏确实也是有点太差了，2分半了已经。不过有一点伏笔就是园丁他是没有回光返照的嘛。对。磁铁这边被击到了，不敢修，然后。04的话呢，准备过来救援。园丁又比较耐做啊。这局的目标还是要冲着说要自抓呀，抓去的。对。然后这边换成是密码机已经来到80多了，正常把人扯下来。对。然后直接续盾。看你这个不打我，我就那啥了，我就不续了。对的。我走了，我先走。然后这边又找到这个，不过刚才给园丁交了一个人物投影啊，但是飞轮没好啊。而且也不能扛平 A 啊，对，不能，对吧？他可能想去给密码机的，因为当时园丁的位置在重合了，对，还有这说法吗？守墓人密码机的这个投影估计是，但是然后去防一下古董上的一个 OB， 这边直接赶到，看一下已经切得很远了，哎，没打到，还有一个，我天哪，这波 OB 哇上来了，那这样子可能密码机会不太，是，这密码机不够了。因为这波少挂一波的话，让幻灯师跟守墓人合修可能会更好啊。怎么是按到下铲了吗？那肯定是啊，那不能硬冷却吧？就硬冷却。铲子自己想冷静一会儿。两个人一起修，对。古董商这边因为他是稳救的嘛，大不了给一棍救嘛，他是稳救的。给了幻灯师记录，给一棍救，对，秒盾。然后古董商过来帮忙扛，对的，先给到一刀，还能打板。哎呀，他给这一刀的这个有点太往里走了，其实这刀不用往里走就可以打到的嘛。2个人修的话，你不好去控啊，等你省月没关系。这边再继续修，还是得记一下吧，稍微记一下。好，先回退。这边又记吗？还不记吗？那这个底牌不好交啊，不能交啊！但不交的话，你现在不好做，记不到人。对，密码机它是记不到的，现在。对。然后也终结不掉人，除非是切闪正好精准的打到园丁，但是他切闪的话没法4抓了，没法4抓了，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痛点。他现在这把是一定要4抓，我觉得他也在找这个机会点吧，但有点难。让过，不让过，关门了。亮了。别亮了。那现在手里起码底牌还省下来了。对的，这也是原地等盾来，再硬拖你6秒。然后看一下门没人点，但是有个问题在于说刚刚，哎呦，我天哪！干嘛？闪现打盾最后1秒。不是这闪现，我说实话，这个道心这一块应该已经是碎了，我感觉。刚才那根本不是盾碎的声音，你们都是听错了，你知道吧？心碎的声音啊！
打完怎么说？哎，我还刚说，原来是心动了。我刚说省了一个底牌挺好的，结果底牌换了一个这个，哎呀，那你还不如早教，是还不如打3人开门战得了呢，对吧？早教闪倒园丁，他可能真不知道园丁有对，这倒是真的。园丁化险为夷没有漏。但是我觉得这个闪他也教的有点，他就算闪现击到园丁又能怎么样呢？我在想，对吧？只能说这一局他唯一的破解的方法是什么？就是他要快速解决园丁，然后这一局的话，因为4个人都在这个半场，他看了一下这个门没人点，代表3个人都到了另外半场的话，他如果说把门控住了，那有机会。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有点难的，更何况你的闪现还打盾上，是。那这样的话，3位求生者在审阅的时候没点门，然后不审阅的时候把门点开，直接出门。那 GR 的话也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恭喜 GR 进入到了下一轮的比赛当中啊！也是一个干净度的第2回合的8比1啊！是的，是的 ，GR 的这个整体的强度还是非常之高的啊！对。但是这么看下来，今天整体的比赛看下来，还真的就是第1局上半回合就已经是迪迦他们整支队伍的一个巅峰操作，有机会的吧？我觉得第1回合整个回合对于迪迦他们队伍来说都应该要把握住才行。是的，是的。啊，不是，这边还没完呢，没有完呢啊。不过没事啊，这个还是回来了。好，来看一下 GR 的这个庆祝动作有吗？好，致意动作哈，鞠躬，好，非常的有礼貌。也确实，我感觉对于 GR 来说的话，首先2位新人的一个加入之后，发现求生这边并没有说会影响很大。我觉得今天新人打得很好。对的，2回合下来你会发现都是拿下一个比较不错的成绩嘛。没错，3跑。没错啊，磁铁的话呢，除了刚才那3棍之外，虽然说是对于局势有点无伤大雅啊，但是的话呢，怎么说呢，也是 OB 位必须要经历的吧，对吧？就是看到磁铁这样级别的古董商也会空棍，我心里就好受多了，我心里就好受多了，是吧？但是最终的话呢，其实我们还是要想一想，磁铁他作为一个赛场上的新人啊，能够在赛场上上来就拿自己的喜欢并且擅长的 OB 位去打，是吧？拿了一局咒术师，拿了一局这个古董商，而且都是有比较不错的保人表现，对吧？虽然说道具没教的特别好，就第2局，但是人家卡位什么的做的都没毛病，包括救援的稳定性，对吧？那0次的话呢，1局大副1局守墓也是做了一个合格救人位应该做的所有事情，是吧？扛刀也扛到了，救人也不给震慑或者不给双倒的机会，是的，就是非常稳定的新人表现，再加上卡梦的定海神针一般的一个发挥，对的，对吧？当然还有阿策啊，阿策这一局修的也很好，对吧？那阿策要是不修这238密码机，说实话是赢不了这个比赛的。那确实，大家都有功劳，不是非得是牵制才是有这个功劳的，对吧？而且阿策的话呢，还会给队友去密码机修机加速，放一个静物投影，对吧？然后有时候呢，也会给卡梦放一个人物投影啊。虽然没有什么作用，但是可能会给卡梦一个鼓舞的这方面的一个作用啊。有可能会说起到一个帮助的一个效果吧。对，就像就是自己在牵制的时候啊，拉拉队员给了你激励啊，对，给了。但是我没有道具，没有道具可以恢复啊，但是我为你点灯啊。对，我就说这是给我打光的吗？这个舞台，对吧？因为拉拉队员的话，他会给你刷新 CD 的时候，你头上会有打光嘛。对吧，但是如果说你没有道具可以恢复 CD 的话，它那个光会持续一段时间，对吧？就很鼓励，主打一个鼓励啊。对的，因为确实有时候你要结合这种飞轮去做人物投影嘛。但是幻灯师这一局虽然说我们没有看到他去进行牵制，但是的话呢，他的这个静物投影肯定是一直要交的啊，因为我给密码机有一个加速，包括点门的时候也有加速，对啊，对吧？觉得还是肯定是有作用的。未来到我们比赛进入到更新的阶段的时候呢，或者更深入的阶段的时候，幻灯师的上场率肯定会比原来有大幅度提升的。对的，那来非常精彩，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机子报一下，四战班长，好抓了，先贴了，修呀，倒地呀，倒地立刻走，倒地立刻走，你先修，倒地立刻走。博弈，好救，轮吗？好轮，好佛，你板在卡板在，板了必须砸头，不砸头走不掉。冲一下吗？不好冲了就也行，挑了就我能驱动出来。给他锁了，你给他扛。机械我能帮他点，我有铲子，接闪了，能看到刚刚这个非常惊险的一幕，就是这个闪现了。
如果说闪现击倒的话，可能对于奶小胡来说，他肯定还是有一些机会，有一点机会。对，反正什么结果都比闪现打盾强。对，这个闪现打盾确实是太痛苦了，真的太痛苦了。我感觉可以列入监管玩家最绝望的榜单之一。确实，真的。其中还得包括什么密码机通电的声音呢，对吧？什么拉拉队员，这刚好叠到25呀，这种。当然，反而对于求生者来讲的话，那可能就是这个时长的声音，或者说是这个拉拉队员24层，对或者其他的反正就是大家都是有自己的这种高血压瞬间吧。反正整体来看的话呢 ，GR 继续维持着他们一个比较出色的表现这一局整体也没有给对手留下太多的一个机会。那还是要看 GR 就是下一轮的一个表现，因为毕竟目前面对的还是民间队嘛。民间队的话，相比于职业队，它肯定各方面的，无论是这个职业素养还是说一些战术储备都是不足的所以 GR 还是要看后续的一个发挥。当然赢了固然很开心了，毕竟胜者组更进一步嘛。是的，好，我们来看一下本场最佳给到了哪位选手。感觉有个4抓一个平局的话，局军也是3人呢。3人是不是还是给年锦了？好，给年锦了。年锦的话其实我觉得磁铁要是不空那3棍也可以竞争一下的，对吧？打的 OB 也打挺好的。对，对于局势来说没什么影响，但是的话呢，评选上可能稍逊一筹了但年锦这个数据还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局军淘汰3人，然后局员得分11993，局击倒10.5，破坏板子3.5第2局的年锦手感也是重回火热状态。第1回合他也没有说掉手感。第1局那更多是说他想试一下这个角色他怎么去，能不能像以前那种打法去打。第1局是喧嚣的问题。是吧？喧嚣也是难道喧嚣就没有问题吗？对吧？也是有一定的问题。改版后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对，有一些不同的，但是我觉得年锦他适应能力还是比较强，最起码操作上我们觉得还是 OK 的，对吧？这毕竟是年锦可能大家本来对他的要求就非常的高，对吧？感觉打成这个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说明年锦的状态还是非常好的那也是让 GR 就整个的粉丝们可能也能松一口气，而且求生者状态也很好，而且可能大家比较担心新人的这种融入问题，也没有什么任何问题，目前没看出来有任何问题，对吧？甚至还有点秀，就感觉他们沟通也好，扛刀也好之类的，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嘛。就虽然说你古董上空棍，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完全能接受的范围之内。对，当时的局势来说的话，可能会稍微会让他的情况有点不妙，但是也不会说进入到一个非常劣势的一个状态嘛。是的，是的，是的，所以。GR 的话呢，还是期待他们后续的一个发挥吧。当然，对于迪迦来讲也没有关系这个我们毕竟是双败淘汰输1场的话也不算啥，去败者组继续努力争取是往上再打一打，去争一个败者组的出现这个机会。是的，是吧？都知道这次是一个双败的一个淘汰组。对，双败每组先进2个嘛，胜者组冠军、败者组冠军嘛，还是有机会的。总而言之的话呢，面对下一轮的对手，还是要好好做好研究，然后把自己队伍在第1局的这种状态再拿出来。自己队伍研究的东西呢，也要去尽量去用上。我觉得还是得稳扎稳打，还是得稳。对他打年锦还是有点急了。第2局的时候，第1局我觉得还是非常教科书级别的一个运营的当然确实也是喧嚣有点疲于奔命，也没啥办法。喧嚣的话，他的位移能力并不算特别的厉害还有一个小遗憾就是年锦这个台球手我还没见，想看一下，肯定会有机会我觉得会有的，因为这个角色的话，他是不可能是不练的肯定是有的。每一支队伍的监管者，他都是要有这个角色的。因为这个版本其实台球手不管是说在第1回合，或以至于说你第3回合拿出来，压迫感还是很强。是的，此消彼长嘛，对吧？你4大天王有一些他可能强度是下来一点，但是你自然有监管者要顶上去的。对的要不然的话，你面对求生者的这个手段就会减少，是吧？因为求生者他有一些角色是进行了调整的。比如说你这个心爱的木偶师是吧？是不是挺爽的？那木偶师那肯定，那肯定。刚才还说还是有一些缺点的是吧？来给我说说缺点有啥呢？缺点就是太过于完美了。可以可以。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本场的赛后采访吧。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赛后采访环节，我是主持人小小。首先要恭喜 GR 战队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年锦还有磁铁来到采访，两位先来和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GR的年锦。大家好，我是GR的磁铁。欢迎两位，磁铁不要紧张，今天首秀真的打得非常的不错。那首先想问一下你，就是第1次打比赛，就是来到我们深渊的舞台嘛，是不是很紧张？很紧张。
能够感受得出来，哪怕现在站在这里赢了比赛，还是有一点点紧张的。那今天打的真的非常非常不错嘛，想问一下你对于自己今天的状态啊、表现啊，还满意吗？满意。满意。那年景你觉得呢？他作为新人来说，我觉得已经很棒了，是不是？是的，非常棒。给到了很大的鼓励嘛。那我们再来回到今天一开始赛前喊话的时候，没有想到真正的预言家是卡梦。真的，今天2场求生者的比赛，只有卡梦一个人没有成功的逃离出庄园。2位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有没有什么话想要送给卡子哥的？没事，下把一定能跑出去的。下把一定可以跑出去的，加油！磁铁呢？你有什么话想要对卡梦说的吗？没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或者你让年景再帮你说一句也可以。他说下次他代替那个卡梦飞。行，我跟你们说，他们刚才2个人在底下设计了一个暗号，因为磁铁第一次打比赛上采访很紧张嘛，然后他们2个说好了，磁铁如果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或者是比较腼腆说不出来，他就撞一下年景，年景今天就是他的这一个翻译官了啊！你们等一下看他们的配合打得怎么样？好，那我们回到今天的比赛，今天上来第1局，想问一下年景，那一局看完，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那个医生说的？很厉害嘛，然后自己也有很多地方没有做好，所以说下次加油吧。对，因为医生这个角色在改动了之后，确实出场率变高了，然后给到监管者的压力也变大了。但是那一局看下来，我真的想说，就是削弱的其实只是角色，能够看到你的思路啊、操作依旧非常非常的在线，景皇还是非常非常厉害的。那到了第1局下半回合，问一下磁铁，当时有没有想过，或者是有没有重点考虑过，对面会在第1局就拿出愚人金这个角色？有的。有的。那今天在选角，包括说进去的之前，大家有提前想好要怎么样去应对吗？因为看到其实大家防的都还蛮好的，没有给到什么身位。想到了。想到了，一切尽在你们的掌握之中。那我们来说到最后的这个高燃的 OB 啊，当时因为密码机还差比较多的进度，而且一直有在被干扰到嘛。那一个时候，你觉得你的想法或者是操作会是要什么样才能够成功的把卡子哥保活到开门战呢？你会想怎么样去操作它？不会。遇到难回答的问题，我们就拍一拍年景吧。景皇，你在底下看的时候觉得磁铁操作怎么样？我们换一个问法。非常的帅。非常的帅，而且他那一波闪签，那这一波总得你自己来说了吧？当时闪签也被你 OB 下来了，那一波是什么样子的情况？还记得吗？看他牵起来，我就摁了一下后。就他牵起来了，你摁了，没有想到他会闪现。我也成这个翻译官2号了。好，那到了我们第2局的时候，来问一下年景吧。当时这个4抓格局也很帅嘛，想问一下那一局，因为前期没有追到机械师，外面可能密码机进度就会比较快，4台机同时都在修。那一局你对密码机整个的掌控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想法呢？这对面电机肯定还是差的嘛，所以说就守一场就好了。所以你还是比较自信自己的追击的，就觉得速度一定快。还好，其实追慢了很多。还是谦虚了，景皇。那一局打到后面的话，也是跟对面有一些小拉扯嘛。当时是针对到了气象学家没有带到回光返照这一点，然后拿下了优势。想问一下，你在挂飞第1个人之后，后续的整个控场思路进行了一个什么样子的变化吗？就还是守一场，让对面多气起来。就还是非常非常稳的守住遗产，然后守住自己的优势，慢慢的在扩大优势，拿下了一个4抓。那到了我们刚刚结束的一个3跑，同样的问一下磁铁，有没有想到说，在一个对面的B4局拿出记录员来对抗你们？没有。没有，这回是真的有一点没想到了。但是呢，感觉大家还是在进游戏之前做足了准备的。那一局在前期，大家会想要用一个什么样子的打法来去应对到对面呢？先自己有，然后能找到孤人就陪跑。就是反正不管怎么样，尽量不要给上挂节奏，能陪跑就陪跑，是不是？那打到最后，同样有一点点像第1局啊，当时也是陪跑嘛。拖够密码机的时间，那一波会跟卡子哥有一些什么样子的配合和交流？帮他倒角落。帮他倒角落？帮他砍刀。
帮他扛刀哦，懂了，就是你帮他卡位，帮他扛刀，让他活下来，对不对？那一局。包括今天第一局也是能够看到咱们求生者其实磨合配合的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那两位最后我们也是来对后面的比赛说一点什么展望一下吧。年景先来吧。就是继续加油吧。继续加油，继续努力。我们可以再思考一下，说不定磁铁需要你的帮忙。磁铁，你自己先来说两句吧，让大家多听一听你的声音。听到我们现场粉丝的这个呼声了没有？我们多说几句吧。对于后面的比赛，或者对自己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期待或者小目标吗？自信一点，今天打得很棒，不要腼腆，不要羞涩，我们就说个加油吧，好不好？加油加油！加油加油！那也是感谢两位来到赛后采访，再一次恭喜 GR 战队获得这一场比赛的胜利。接下来马上要进行的是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让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